怎么样？抽点时间，咱们把它给拍完呗。什么拍啊？昨天晚上，娄烨导演的电影《一部未能完成的电影》在东京电影节上映啊。1个多月之前，有朋友提醒我说：“王局啊，娄烨导演的这部电影要在东京上映了，如果你想看的话，一定赶紧去订票，网上的票非常紧俏。”我连忙去看了一下，就剩那么几张了。当时距离这个上映还有1个多月呢，我就连忙抢下了最后几张票啊。这个电影上映之前的前一天，也就是本月的11月23号啊，一部未能完成的电影在台湾的金马奖的颁奖仪式上获得了2项大奖。上台领奖的是他的妻子啊，娄烨导演本人留在了东京，没有去台湾现场。那么今年5月份的时候啊，这部电影呢也入围了戛纳电影节的大奖啊。那么也在戛纳电影节期间呢，他呢也在欧洲啊做了小范围的巡演。至此之后呢，这部电影就没有上过院线。所以啊，能够看到这部电影还挺不容易的。昨天第一时间，我就跟我的同事啊赶到了电影院啊。这电影院呢，在东京的银座啊，很大的一个电影院啊，楼上楼下2层啊，有几百个座位，座无虚席。我在现场看到的是啊，几乎全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人，有留学生，有在这里工作的人啊，有少数的日本人也去看啊。但我个人的感受啊，就是日本人看这部电影啊，跟我们中国人看这部电影啊，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就是它很难有我们中国人的感受，为什么？因为这部电影说句心里话，是因为它讲的是武汉疫情封城的故事。路都封了，都不能离开，一个跟上，车在下面嘛，我不能让飞过。什么时候能回家呀？我也不知道啊。武汉疫情封城，我们中国人经历过啊，日本人没有经历过封城啊。我们自己即便没有经历过，我们的同事、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经历过啊，那种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娄烨的电影啊，2年之前他的那部《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在东京这个地方也是电影节上映啊，我到现场去看了，那电影院里头没有几个人呐。但这部电影一下子吸引这么多人，在我看来，大多数中国人实际上是因为这个题材来的，并不是因为娄烨本人的电影导演这个名气来的。因为你在电影院里头，你去看到啊，当那个武汉封城的那个音乐响起，空空荡荡的情景，在屏幕中呈现的时候啊，每一个中国人，那么过去3年被尘封的记忆一下子就被唤醒了。我们呢，就跟这电影中间的情节一样，一下子回到了4年前，回到了4年前的武汉，回到了这个城市的悲情时刻。我今天啊，就来给大家讲一讲这部电影，以及这部电影背后啊，武汉封城的那些我想说的话啊。一般啊，我们讲电影的时候啊，不讲这个电影的剧情，因为剧透嘛。剧透之后，你将来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啊，就觉得很乏味啊。但这部电影有点特殊，为什么呢？因为这部电影不太可能在中国上映，因为这部电影啊，虽然说是娄烨导演拍摄的啊，但它的制作并不是在中国，它实际上制作地呢是德国、法国和新加坡。也就是说，严格来讲，它并不是一部中国电影，它也没在中国申请龙标。但是啊，其实我们都知道，它是一部中国电影，对吧？但它不可能在中国上映。这11月23号，这部电影在台湾获得金马奖的消息出来之后啊，中国大陆立刻好像就把这个豆瓣上关于这部电影的一些信息都给下架了，更不用说这部电影本身在中国大陆上映了。所以我今天在讲这部电影的时候，就给大家稍微详细的讲一下这部电影的剧情，也相当于啊，在各位没有机会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呢，我先替各位来看一下这部电影啊。这部电影的剧情啊，要说也简单啊，因为娄烨过去拍电影的时候呢，有一个习惯，就是说一方面他在拍电影，另外一方面呢，要搞一个摄影团队在拍摄这个拍电影的整个过程。像他那个《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啊，在东京上映的时候，就2部电影连放，一部呢是这个正片，
还有另外一部呢，就是这个《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这部电影是怎么拍摄的，是一部纪录片，这两部电影是一起连放的。其实他这部电影也是如此啊。故事的情节呢，大概是这样的啊，就是10年前，2019年的时候啊，他们呢偶然之间翻出了10年前他们拍摄的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呢，在应该是2009年拍摄的啊。拍摄的过程中，拍到一半的时候，因为没钱了，整个剧组就解散了。但是在2019年的时候，他们把这个电影素材啊从电脑中间调出来一起看的时候，这导演呢有些触动，于是呢就想把这部电影继续拍摄下去。他呢就把当年那部电影的主创叫回来了。当年都是青涩少年的这些主创，现在10年过去啊，都已经长大成人了，都变成了现在一些电影片场中间的其他的那些中年人了。娄烨就跟他讲，想把继续电影拍下去。结果那主创当时的电影的那个主演啊，就对这个娄烨这个想法有意见。他说什么？他说你拍这东西有什么意义啊？你这个题材能播吗？播不了吧？播不了的话，拍完之后我们几个人凑到一起，哎，说啊这个电影拍得很牛，很牛掰，有意义吗？就我们几个人嗨一下。他说10年前我们都是青春少年，无所谓，为了你的想法，为了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凑到一起就拍了，没有钱也拍了。但现如今呢，他说你看我老婆马上就生孩子了，我呢也马上做爹了，我现在疲于奔命于片场中间，要挣钱，要养家。其实大家也都一样，时过境迁，每个人的生活都发生了改变。导演就说，是不是还有一点可能啊？你再想想。于是啊，1个月之后，这个剧组啊又重新聚集在了武汉，来续拍10年前他们未能拍成的那部电影。一开始啊，拍摄的还挺顺利的啊，因为拍摄的是10年之后重逢的一个场景嘛。就在他们这个电影快要拍完的时候，武汉出事儿了。当时啊，武汉不就是开始发生疫情了吗？一开始的时候，这个疫情呢，好像是大家都没太重视啊。那么当时也只跟剧组通知说呢，武汉身份证的人不能在酒店住了，其他人还可以在这儿啊。他们也没想到有特别严重啊，还要继续拍。紧接着呢，随着更严重的时候呢，制片就跟他讲，干脆就这样，把这个武汉的戏啊集中把它拍了，其他跟武汉没关的戏啊，咱呢先让他们那些等员都撤完之后呢，春节之后咱补那些戏，不一定到武汉来了嘛。于是他们决定用2天的时间把武汉的戏集中拍完，其他人都先撤。结果啊，就在这个过程中啊，这个很多准备撤的人和准备留守的人在收拾东西的过程中，心态就发生了一些变化。很多人就觉得收拾起东西来之后，就很难再进入到明天拍摄的那种现场状况了。这个时间是在2020年的1月23号，27例，41例，59例，77例，444例。自1月23号10时起，全市城市公交、地铁暂停运营。所以到那天傍晚的时候啊，这个导演就跟他主创叫出来了，他说这个线下还能拍吗？干脆你自己拿个主意啊，这个到底还是拍不拍？后来呢，那主角就说啊，干脆别拍了，春节之后啊，咱们再聚在一起重新拍，大家踏踏实实先回家过个年。于是呢，整个剧组啊就决定，那1月23号那一天呢，大家撤离武汉。于是大家就开始回房间里开始收拾东西啊，那门口有大巴呀，准备去机场啊。这个主角呢，当时还本来是决定第2天一早走，结果没想到这个时候呢，由于前台兵荒马乱，很多人都劝你赶紧走吧，不走你明天可能走不了了。于是就在大堂准备送别的时候啊，警察冲到了现场。这个时候啊，有一部分人已经在外面上了大巴，还有一部分人就在大堂里。警察冲到现场之后，把门就给封起来了，说里面的人都不能再出去了。那外面这大巴的人就急啊，他说里头还有人呢，没出去呢。警察说不行。结果那主创当时呢，就在那个楼里头，那外面人给他打电话，你说你赶紧拿行李，赶紧走，酒店给你封起来了。他说前门现在已经挡住了，你不要从前门出，你从后门讲。结果这家伙就赶紧跑到那个房间里，拿着东西就想往后门走。结果这个电话又来了，说后门也封起来，你不要走后门，那3楼玻璃走廊那个部分呢，那个地方往前走有一个门，你往那个门走。他拎着行李就往那玻璃长廊那个地方走，就在玻璃长廊那个地方碰到了警察。警察命令他回到房间里，他不愿意啊，就要往前冲啊。结果警察对着他就一顿暴打，然后把他推回了自己的房间，满脸是血。这个时候他妻子在北京电话打进来了，视频电话一看，他满脸是血，他还说没什么事儿，就是我先动手的。至此啊，就整个剧组啊就被关到了这家酒店里，长达60天的时间。
那么这些人呢，都是创作人员嘛，在这个酒店里头百无聊赖啊，开视频会议的时候搞怪，然后跟自己的妻子啊打各种各样的电话整个情节呢也大致没有太多的内容，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影片的最后呢，是这个剧组重新回到了北京，就在那个剪辑室里头看这部电影的小样。那个小样过程中间，其实大家看的仍然是一部未能完成的电影。实际上，这部电影也就没法完成了，整个片子就结束了。娄烨之所以拍这部电影是跟他的习惯有关。就我说了，他其实拍电影的时候不是有个习惯吗？一方面拍电影的这个过程是一部纪录片，另外一个呢是这个电影的拍摄的正片。其实他这部电影就是一部纪录片，因为他在拍摄的过程中，前期就是围绕着拍摄电影的过程。但是随着疫情的展开，那电影本身慢慢的就消融到了背后，展示的是在一个疫情期间这个剧组的真实的经历。所以娄烨说，这部电影实际上就是一部纪录片。实际上就是一个想做一个用一些以前的素材，以前删除的素材连起来的一部影片。但实际上刚开了个头就碰到疫情了，也就是说，实际上影片的开始部分。实际上是一个真实的记录状况，然后在疫情中间就不断的修改剧本，然后再不断的重新整理过去的素材，然后试图找到一个新的方式来进行这个计划，差不多是这样。实际上在疫情之后，疫情过程中原来的设想就已经被改变了。我说是想把一些剩余的素材连起来，然后看是不是还可以补拍一点，然后把它连成一个影片。但实际上现在因为疫情的介入，我等于是疫情干扰打破了这个计划。而现在的状况呢，实际上是我把被疫情打破的这个计划本身作为电影的一部分，放在了影片里面。说句心里话，电影放完之后呢，我多多少少有些失望。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个剧组在武汉封城期间的经历并不是那么典型，因为没有生离死别，也没有病住不进去医院，也没有那种饥寒交迫，他们只是在60天左右的时间里被封闭在了一个酒店的这个旅馆里失去了自由，仅此而已。但是相对于武汉的那些大灾大难，相对于那么多那个家破人亡的悲惨故事其实他们的经历那个所谓的刺激的强度也其实远远没有到武汉给我们那个记忆的程度。但是它毕竟是我们过去3年疫情期间唯一的一部以中国的疫情为背景所展示的电影，尤其是纪录电影，唯一的一部。除此之外，我们能看到什么？我们看到就是大国防疫就是厉害的我的国，方舱医院全国支援武汉。除此之外呢，什么都没有了。从电影院回来的路上，我就在想就是说，是娄烨的这部电影它的表现的强度不够。我回家的时候呢，我就翻出来了这个武汉疫情期间方方所写的日记。这部日记大家都知道，在武汉疫情期间也很有名，一共写了60篇。看完之后，我实际上仍然有一些失望。为什么呢？因为事隔几年之后再去看方方日记我仍然觉得方方日记虽然当时也有很多金句，比如说武汉的那些官员们反映了这个国家的平均水准，比如说时代的一粒尘埃落到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山，这些金句我至今还有印象。但是方方日记你仔细看，也是没有多少个体的细节故事，因为方方本身嘛，他也是通过网络去了解这个城市所经历的一切。无论娄烨的电影还是方方的电影，都很难准确的表现这座城市当时所经历的种种苦难。但是即便如此，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方方的日记事后之后呢，被翻译成了20多种语言，但是唯独没有中文的。而娄烨这部电影呢，严格来讲，它也不是中国电影，它是在法国、德国和新加坡制作的，它只是华语电影，但不是中国电影，更不用说在中国上映了。就是这个程度的记忆，这个程度的还原，在中国也不被接受。想想真的是挺可悲的。我坐在电脑前昨天晚上我就在想
关于武汉这个城市当时所经历的那么封城的那70多天的时刻，我自己脑海里还有多少记忆呢？我自己努力的去搜索，也已经慢慢的模糊了。其实人呐，人的记忆啊，其实每天因为有不断的新的信息积累啊，过去我们所经历的那些苦难呢，其实也都是在慢慢遗忘的过程，只是在电影放映的过程中，我们才被唤醒。所以呢，我今天早上就跟我武汉的朋友去打电话，我让他努力帮我回忆当时所经历的。然后呢，我又看了当时《财新》杂志啊，在武汉封城期间所记的那些系列报道，那个城市啊所经历的那种种不可磨灭的记忆啊，实际上在慢慢的在我的心头中间又重新浮现起来。我想起了李文亮，我想起了乔罗女，我想起了那个武汉版的安妮日记，他写道，他把他的父亲弄丢了，因为他妈妈先死了，他父亲后来呢也去世了，他自己也感染了新冠。他说：“我想活下来。”我想起了那个电影导演的一家4口呢，都因为感染了新冠而去世。他的儿子因为留学英国，幸免于难，躲过了一劫。我还想起了那些公民记者在武汉的大街小巷去拍摄，然后被抓起来的过程。我今天拍的视频，你们妈这么快就找我来了？哎，不，吃个体温，现在体温什么的，我体温没问题啊。那我们不放心啊。今天晚上，秋实说他要去方舱医院，之后呢，晚上7、8点钟到现在2点了，凌晨2点，一直是失联状态。我现在在武汉，我现在开得很快，现在他们在追我，他们一定是想隔离我。但是这一切在我们整个武汉的这个城市的记忆中间呢，都慢慢的在我们的记忆中间呢，逐渐的隐退了。这其实蛮令人，我自己觉得是蛮令人悲哀的一件事情。我由此想起了阎连科写过的一篇文章。阎连科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作家啊。就在2020年的时候他去香港中文大学去给那些作家班的学生上课。上课的过程中，他讲了一段话。这段话呢，后来呢被写成了文字稿呢，发表了在网上。我觉得写得挺好的。他这段话讲的就是关于个体记忆的话题。他说什么叫记性呢？他说我们小的时候如果有很多事情记不住，犯错误了，我们的自己的家长就会说：“你有记性吗？”老师，如果你做错题了，也会提醒说：“你还有记性吗？”他说：“记性是什么？”他说：“记性就是记忆的土壤。我们的个体记忆就是在记性的土壤中间生长起来，变成了记忆。”他说但是关于武汉的记忆，关于疫情的记忆，他说直到现在都是一笔糊涂账。到底死了多少人呢？多少人死在医院里死在医院外面的又是多少人呢？甚至还没有来得及调查。这里我补充一个背景武汉当时刚刚封城的时候实际上很多患者是不能被确诊的，医院不愿意把你确诊，因为当时卫健委制定了一个非常高的标准要确诊你。所以很多人到了医院之后，医院说你不是新冠疫情的这个病人，你就回家去了。你回家去，这些人由于没有药，就在家里等死。我也在发烧里边都停下了吗？那外边好冷哦。里面开了。现在是1月23号的晚上的7点32分。这个地方我已经来过3次了，分别是在昨天晚上的8点和凌晨的2点。当然了，还有一个背景就是政府不愿意承认有那么多的感染者，所以实际上武汉当时究竟有多少人死在医院，多少人死在医院之外，至今都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阎连科讲的是这么一个背景紧接着他讲到了，他说我们不该一而再再而三的像阿 Q 那样，在挨打、羞辱和死到临头时，还仍然相信自己是个汉子，自己才是个胜利者。他说，在我们的人生里，在我们所处的历史和现实中，无论个体和家庭，还是社会、时代、国家的悲劫与灾难，
为什么总是一个接着一个呢？在许多我们不知道、不追问、不让追问就不问的因素里，有一点就是我们作为人，我们千千万万的百姓或蝼蚁，我们太没有记忆性了。我们自己的个体记忆被规划、被取代和抹杀了。我们总是记住人家让我们记住什么，我们就记什么；让我们遗忘什么，我们就遗忘什么；让沉默的时候沉默，让唱歌的时候唱歌。个体记忆成了时代记忆的工具，集体和国家记忆成了个人失忆或者记住的分配与承包。他说，尤其是17年的 SARS 和今天的新冠疫情的蔓延和肆虐啊，就如同同一导演将同一悲剧再次复拍和导演。作为我们这些如尘埃一样的人，我们既不能追问导演是谁，也没有专业的知识去还原编剧的念想、构思和创作。那当我们再次站到复排死亡之剧面前，我们至少可以问一问，属于我们上一次悲剧留下来的记忆去哪儿了？我们的记性被谁抹去了？被谁挖走了？在巨大的时代洪流中，个人的记忆往往被视为时代多余的泡沫、浪花和喧嚣，会被时代剔除、扔掉或甩到一边去，会让它无声无言，如同从来没有存在过。从而在一个车轮流水的时代过去时，巨大的遗忘到来了。有灵魂的血肉没有了，一切都安泰静好，能够撬动地球那个小小而有真实的支点不存在了。如此着，历史就成了无依无据的传说、遗忘和想象。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长有记忆，拥有个人不被改变磨灭的记忆，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儿啊！这是讲一点真话的最低的真实和证据。他最后也讲，他说，实话说，我们拥有个体的记忆和记性，即便不能改变世界和现实，那至少面对统一规划的真实时，我们也会在内心嘀咕，情况不是这样啊。至少在新冠肺炎的拐点真正到来时，在巨大的欢庆胜利的锣鼓中，我们还能听到、记住那些来自于个体家庭边缘的哀嚎和哭泣。个体记忆改变不了世界，但它可以让我们拥有真实的内心。个人记忆不一定能成为改变现实的力量，但它至少可以在谎言到来时帮我们在内心打一个问号来。也至少在某一天，又有10年浩劫那样的革命来了，我们能保证自己不把自己的父母送进监狱和断头台。正因为这一点，希望我们经历新冠劫难的人，经此一劫，都能成为长有记性的人，能让记性生出记忆的人。如果我们不能让我们成为芳芳那样的写作者，那至少在猜忌、嘲讽芳芳的人群里，要么没有我们的身影和声音，要么最终回归到岁月静好的盛世里，在海洋般的歌声中，面对新冠疫情的祸起与蔓延。如果我们不能把大声的疑问说出来，而小声的嘀咕也是良知和勇气。不能做李文亮那样的吹哨人，就让我们做一个听见哨音的人。不能大声的去讲，就做一个耳语者；不能做一个耳语者，就做一个有记忆、有记性的沉默者。让我们因为这次新冠疫情的缘起、肆虐和蔓延，在即将到来的被称之为战争胜利的万人合唱中，默默地站到一边去，成为心中有坟墓的人，有记忆烙印的人，可以在某一天把这种记性生成个人记忆，传递给后人。说得非常好，我也就在想啊，其实无论是娄烨还是芳芳，他们都是心中有坟墓的人。他们心中坟墓埋的是谁呢？埋的是这个城市因为这场疫情啊死去的人，埋的是这些城市里头啊当时所有人所经历的共同的苦难。尽管他们记录的仅仅是他们的个体记忆，但是我因为到了电影院，仅仅是因为他们的个体记忆，就唤醒了我对整个武汉疫情之间的所有的记忆。这就是他们的历史贡献，这就是他们的价值。今天的节目的最后啊，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关于疫情的个体记忆。我自己的家族中间有一个人就死于新冠疫情期间，死于新冠疫情。他是我哥哥的孩子，我的侄子。我侄子啊，他实际上是加入了美国籍啊。那么在美国疫情
发生之后不久呢，他就失业了，没有工作了。后来呢，就想到回国去创业，因为呢他是在陕西长大的嘛。后来呢，就到西安这个地方去办了一个篮球学校。在疫情期间呢，很快就封城了，他这个篮球学校也办不下来了，他也被封在了这小区里啊。但是啊，在疫情期间那个封锁的过程中啊，他倒没有太大的问题。当地呢，由于他是一个怎么说尿毒症的患者，每周要出去透析3次，所以呢，他小区里还给他开了一个特别的通行证，他可以开车出去，去到定点的医院呢去做透析。但是真正的悲剧啊，就在疫情即将放开之前，他那时候回美国去探亲，从美国啊回中国的时候，路过东京，还到我们家住了一个晚上。我们叔侄2人呢，实际上也已经好5、6年没见过了，所以那天晚上在我们家里吃饭的过程中，我们还畅聊了一个晚上。第2天一早呢，他就飞回到了中国。结果他回到国内之后，不到1个月的时间，国内的疫情突然就放开了。放开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缺医少药，医疗资源挤兑，结果呢，我这个侄子啊就被感染了新冠。但是他因为有基础疾病嘛，所以呢病情就非常的危重。有一天我就接到了他的电话，他跟我说，他说叔叔啊，救救我呀！我当时一听就急了，我就在国内想办法找人帮他去住院。但是当时的西安呢，真的是一床难求啊。我后来好不容易找到朋友，给他联系到了西安的一所医院啊，3甲医院，但是人家说住院可能是非常困难，但是可以在急诊室留观，于是他就被推到了这个急诊室留观。但是当时急诊室留观的那个场景啊，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的难过啊，兵荒马乱，一片哀嚎，不断的有人病情严重就被送走了。他在那个场景里头就很难接受，因为他自己呢还是一个血液透析的患者。他就给我打电话，他想走，他不想在那儿。我当时就劝他，我说你不要离开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至少你有了危重的情况，医生还可以紧急处理。后来呢，他在他朋友的帮助下，就住进了西安的一个小的专业的医院里。可是啊，他住到了那家医院之后，不到24小时，突然脑出血，就再也没有醒来，留下了一个孤儿寡母，孩子今年只在上小学。哎呀，我就在想啊，当时我们疫情期间啊，每一个家庭可能都有类似的这种悲剧性的故事啊。但是啊，正如我刚才讲的阎连科的这个文章里讲的，大时代的洪流中，这些所谓的个体的生命的逝去，这些家庭所经历的苦难啊，可能啊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的可能都会被遗忘了。但是啊，相对于这个国家的这个疫情来说，如果我们每个人的个体记忆被遗忘的话啊，那么这场疫情给我们带来的苦难的伤痛啊，也就会从我们的身上啊渐渐的遗忘。这不应该。我们得记住我们自己经历的，哪怕我们经历的那个事情啊，并没有那么触目，并没有那么疼，就像娄烨他们这个电影剧组所经历的一样，就像芳芳记录下来的那些时刻一样，因为这就是历史。这个我们如果每一个人都把这些个体记忆记录下来的时候，其实这个历史啊，就会永远存在在那里。它既是一种控诉，也是呢，实际上对死难者的纪念。所以啊，我自己啊，从昨天到今天有个想法，我希望啊，就是我们国内这些人经历过疫情的人呢，我们每个人手机里头都可能拍摄了一些疫情期间的视频或者是照片。我们想自己搞一个网站，或者是这么一个云盘。希望大家能够把自己手机里头这些原始视频呢发给我们，然后我们把它存起来，按照这样的一个分量的列表啊，把它保存起来，不要让这些我们过去所经历的那些苦难呢，随着时间的流逝啊，慢慢的消磨过去。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就是他们的目的，他希望我们忘掉这场灾难，希望我们忘掉这场灾难给我们造成的那些创伤，但是我们偏不。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把人给逼死了。记住遭到训诫最后死于肺炎的李医生，记住贵州转运隔离的大巴车，记住倒塌的隔离酒店，记住西安医院门口流产的孕妇，记住上海被自己医院拒诊死亡的护士，记住兰州的3岁儿童，记住乌鲁木齐火灾中绝望的叫喊，以及更多个体的悲剧。希望大家在今后的日子里拒绝接受官方塑造的正确的集体记忆，不做人民，做自己。不做人民，做自己。